有太上长老动了收徒的念头，想转收灵娥为徒。看了眼灵娥，李长寿虽然知道让他去跟随太上长老修行是不错的选择，但是灵娥毕竟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心底总归是有些不舍。再说了，太上长老能教他的东西自己教不得吗？若是渡劫且飞升之前，李长寿肯定会权衡考量，不会阻止此事。但是现在师妹知道的事太多了，还是在我身边比较稳妥。李长寿很快就打定了主意，除非灵娥自己愿意，否则便是掌门来了也是无用。此事来得倒也迅速，门内大比第14日，周天斗法过第4轮，有2位女真仙与一位老妪前来，在灵娥的身旁布置了一层结界，温声说着什么。李长寿眉头暗皱，提着自己的蒲团从远处走了回来，坐在了师妹身侧半丈外的老位置。灵娥扭头看着师兄，轻轻眨了一下眼，抿嘴露出少许的轻笑。不多时，那天仙境的老妪面露惋惜，将一件方帕仙宝递给灵娥。灵娥却摇头拒绝，起身对老妪做了一个道揖。李长寿其实能听见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此时并未多听，只是闭目养神。凑巧斗法也轮到他登场了。李长寿面色如常，登场轻松获胜。再回来时，却已经不见那老妪和2名女仙，只有灵娥坐在那儿，笑盈盈地看着自己。师兄兄。李长寿并未说什么，坐回自己的蒲团。灵娥坐回自己的蒲团，不动声色，不断地磨蹭着，一点一点地挪了过来。他目视前方，细如蚊声地道了句：师兄，你刚刚紧张了对吗？李长寿传声：约法3章。我自己加400遍，凑个整4000遍。师兄你先回答嘛，刚才是不是紧张啦？4050遍，此前还欠了50。李长寿一扫衣袖，双手抱圆手衣，传声回道。灵娥禁不住翻了翻白眼，却是喜滋滋的抿嘴笑着，在旁边哼着欢快的小调。不多时，九九匆匆飞了过来，小声问灵娥如何拒绝的那位太上长老。骗他们说嘀嘀咕咕，如此这般。旁边的李长寿一口气息逆涌，差点抬手替师傅清理门户。九九惊恐地道了句：真的假的？都说了是骗人的。灵娥反手拉着九九，笑得花枝轻颤。灵娥笑道：小秋峰上人少自在，还有地方跟师叔你天天玩耍，才不要去其他峰上。九九顿时笑眯了眼，在灵娥和长寿中间坐了下来，拉着灵娥一阵稀罕。真实的情形却是，片刻之前，结界中，兰灵娥做道衣时，轻声道：弟子不慕长生，不爱虚华，唯愿常伴一人身侧。若师门不允，灵娥自请贬落凡尘，心自无悔恨。也是多亏了渡仙门经年累月不变的门风啊！那位太上长老和2位真仙执事对此感同身受，颇为理解，并未为难。自渡仙门门内弟子大比第1日，小琼峰狼牙棒名声鹊起的那一战，敖乙的心底就泛起了一股念头：这长寿兄此前肯定是对我手下留情了。渡仙门弟子大比今日进行到了第16日，108仅36位的斗法即将接近尾声。敖乙见证了李长寿20多次出手，仔细观察之下，也发现了李长寿的一些特异之处，或者说是十分优秀之处。首先就是根基扎实，长寿兄的法力十分醇厚，
面对比他境界稍高一些的炼气士时，往往能够凭借消耗法力相对较多的符阵，最后险之又险的取胜。其次便是长寿兄的土遁之法，与渡仙门其他弟子的土遁之法一对比，更显得精妙一些。虽然敖乙不知为何，但是看自己的教主哥哥入土时那种顺畅，那种自然，自成一种玄妙道韵，赏心悦目，令人叹服。这种才算是土遁之法，而其他用土遁的渡仙门弟子，大概也就是坐地钻土之小术，少了长寿兄的那种味道。长寿兄之所以会被人教高手选为功德代理人，自是有一些我看不到的理由在。这2日，敖乙的心底也有些无奈。渡仙门大比已经接近尾声，明日应当就是大比落幕，他们这些外客离开之时。敖乙会选择跟着一同前来渡仙门，就是想找机会和长寿兄当面聊聊。他近来虽然修行顺利，但是个人的感情上也遇到了少许的挫折。嗨，都是年轻龙，谁还没个爱恨波折呀？此时敖乙却也不知，此次渡仙门一行还有没有机会与长寿兄在那湖边草庐坐而论道，推心闲谈。小乙！前方传来一声呼喊，敖乙立刻停下遐想，向前迈出2步，站在那名面容清瘦的道人身后，低声道：秦师叔，我在。所谓秦师叔，乃金鳌岛炼气士秦完。此人是圣人通天教主的记名弟子，入金鳌岛时间较早，曾听圣人讲过道，也为兄弟挨过刀，在金鳌岛众炼气士中声名斐然。当年阐教12金仙走出玉虚宫，洪荒出道，扬名3000世界。他们金鳌岛炼气士不甘示弱，也搞了个10天军。虽然名声没有炒起来，气势也弱了几个档次，修为也有些不能相比，但他们10天军如今也算是截教之中较为有名且实力不错的团伙。秦完便是10天军之中的大哥，此人修为高深，善丹道，精阵法，交友甚广，在截教之中也颇有名气。秦完此次前来渡仙门，也是为了与人教道成修好，表明他们金鳌岛炼气士此前并非是有意针对。那么该如何表达他们金鳌岛的善意呢？秦鳌准备了几份礼物，稍后赏赠给渡仙门前3甲弟子。但是只是这般，秦完觉得还是有些不足，所以秦完在前招呼了一声敖乙，闻声道：内门大比也快结束了，你与汉芷不是说在此地有些好友，去找你那几位好友过来吧，我赠他们一些丹药，免得让人说咱们金鳌岛炼气士礼数不足。敖乙闻言露出少许微笑，言道：师叔您稍等，我去问过他们渡仙门执事，再带他们上来。韩芷，你要一同吗？一旁坐在椅上的少女汉芷扭过头来，轻轻的颔首，笑着应了一声。敖乙本想一同驾云，但是汉芷却是微微后退半步，示意敖乙先行驾云，他在一旁跟随。敖乙的目光流露出少许暗淡，与汉芷一前一后的飞出了玉台。秦完将这些看在眼中，却只是含笑摇头，并未多说什么。年轻弟子呀，就是喜欢做这些无用之风月。很顺利的，敖乙和汉芷得了渡仙门长老的应允，由接待过敖乙的门内执事九乌陪同，一同飞去了河谷缓坡，寻到了李长寿。敖乙开口便是一句：长寿兄，我家秦师叔想见你。李长寿微微一笑，若非一直用风雨咒被动的监察各处，知道那位金鳌岛金仙是想给一点赏赐，敖乙突然来这么一句，
他还真以为自己哪儿暴露了。随之李长寿就有些无力吐槽，因为林娥突然突破，真实修为不小心走光，他们小琼峰二人组已经惹来了不少的关注。好不容易现在热度稍退，敖乙跟汉芷又过来掺和一脚。各处同门那好奇的目光这几天就没有停下来过。此时倒也不是在乎这些小事的时机，李长寿沉吟2声，故而问道：乙兄可知贵师叔相召所为何事？这个……敖乙沉吟2声，言说只是想给一些赏赐。李长寿找了一个还算稳妥的借口，拒绝前往，随之就看向了一旁的两脸善良单纯的小师叔与小师妹。少顷，在酒屋的陪同下，汉芷带着林娥、九九2个人前来领赏。一旁的酒屋表情略显尴尬，长寿之子也不知道怎么了，老牌金仙的赏赐都不在乎，真是的。秦完面露慈祥的笑容，拿了几瓶仙丹赠给了林娥和九九，并温声勉励了几句，表达了他们金豪岛炼气室的友好与和善。三教一家亲，三友孝昆仑。林娥和九九齐齐行礼道谢，面对强者时，九九也明显规矩了许多。随后秦完含笑点头，一旁的酒壶立刻会意，向前告退，带着2个人一同离开。汉芷，敖乙为何未归来？听秦完如此一问，汉芷忙道：回禀师叔祖，敖乙师叔正与他好友李长寿相谈，稍后便回来。李长寿今日还未登场，怕前来领赏耽误了斗法，故并未一同上来。秦完缓缓点头，仙识扫过，看到下方正跟一名人教弟子相谈的敖乙，也并未多看。对于秦完而言，这本来就是小事一件，但是心底这个念头刚落，秦完又想起了一件事，扭头看向了后面入座的汉芷，笑道：我听人说起，上次小乙在这渡仙门与人斗法切磋吃了鳖，那人是谁？汉芷轻声道：就是这位李长寿。哦，他们2个莫非不打不相识？确实是这般。汉芷也露出了少许的微笑。弟子总是听敖乙师叔提起他长寿兄如何如何，说起这位长寿兄呀，也是个本事不错之人。虽尚未成仙，但他布置的那般连环小阵，我师父进去都被困住了。话语一顿，汉芷顿时面色有些黯然，自然是想到了他那苦命的仙师。也不知仙师现如今在哪个荒山野岭的豹子窝为饱腹奔波呢？秦完宽慰了汉芷几句，随后便是略作沉吟，目中倒是来了兴致。尚未成仙，布置的阵法就可困住天仙。这位秦天君也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性子，他起身走到一旁，对着渡仙门的一位天仙境长老说了几句。这位长老立刻去禀告掌门此事，无忧道人自然是答应了下来，并做了少许的安排。但是秦完刚刚有动作，已经在此地无聊了半个月的金鳌岛炼气士也纷纷起身表示同去小琼峰观摩观摩。而听说他们渡仙门还有这般妙地，人教几家的道成高手也纷纷表现出了少许兴趣。于是在下面正在跟敖乙言说诗词歌赋人生哲学，全程用风宇宙监听到了此事的李长寿心底是一阵抽搐啊！今天这一关他估计是躲不过去了。这位真大名鼎鼎的石天君莫非也是有毒还是怎么着啊？身为洪荒老牌金仙，怎么今天跟我这个小弟子较上劲儿了？莫非是有什么算计吗？李长寿的心念急转，酒屋在空中火急火燎地冲过来。玉台旁在无忧掌门亲自作陪之下，数10道人影驾云朝着小琼峰的方向缓缓而去。河谷缓坡上，酒屋一把抓住李长寿的胳膊，
喊了一句：“也来不及多解释了，快跟我走！一群前辈高人冲着你那连环阵去了。”李长寿露出一脸震惊脸，心底也是一阵犯嘀咕：自己的复合大阵要是因此暴露了，那他跟石天君的因果也就算是结下了。师伯，我这里还有斗法呀。矮道人急道：“哎呀，后面2场算你赢啊！等会儿应付了那边，回来再补上就是了。那可是几位金仙一群天仙，说不定你这次就扬名立万了。”哎呦我操！与此同时，中神州上9重天阙，月老殿前，2只童子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又竖起了2只木板。左侧木板上写天道庇护此地，右侧木板写参加朝会去了。天庭又到了10年一次的凌霄宝殿朝会之日，各路仙神齐聚第8重天阙中央的凌霄宝殿。天庭本身就是一件功德法宝，凌霄宝殿便是这件法宝的核心，更是几位圣人联手炼制而成。然而此地何等金碧辉煌，何等威严大气。坐在殿内高台之上的那位3界主宰，此时的境地多多少少有些尴尬和无奈。无他，名义上的3界之主，现在只是道门的一位小师叔，在这儿做一做样子。令不传5州，法不通4海，3000大事尽皆只闻6圣之名，很少有人关注这个毫无存在感的新天庭。甚至坐在高位上那个青年面容、身着白袍的玉皇大帝，也是经常自嘲，自己还不如回去给道祖老爷撞钟呢。